这里曾经是金门炮战的前沿阵地，距离台湾实控的金门岛仅仅1000多米，曾经每平方米土地就落下 1.5 颗炮弹。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军事广播喇叭，重达1600公斤，是当时对台湾的广播工具，喇叭一响便能响彻金门，用来瓦解对面士兵的斗志和进行政策宣传。今天我将去探访厦门英雄三岛观光园，它位于岛外翔安区的大嶝岛。从厦门岛内打车过去，路途遥远，要经过跨海大桥，车费可抵4碗猪脚饭。途中经过一个造型奇特的建筑，远看像一个贝壳，又像一只外星人的飞碟，近看像一只奇形头盔，不知道航拍角度它又会像什么造型。到了大嶝岛，高情商的说法风貌很原始，低情商的说法根本就是农村。耿直的网约车司机对我说，这个景区里面什么都没有，根本不好玩，本地人都不来，你会后悔的。所以耿直的人大多都很善良，很真诚，很讨厌。听司机这么讲，我的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心想这场拍摄可能要亏本了，车费都不知道能不能赚回来。下车环顾一下四周，荒凉偏僻，景区里空空荡荡。景区大门口摆着一架战斗机，跟人一对比才知道是一个模型。还有一辆坦克，看样子应该也是假的。门票是40元一张，电商平台上是36元，又是比较价格，又是领优惠券，花了10分钟操作，2张票省下8元。算算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实际谈不上划算。在厦门，防诈骗的宣传牌几乎随处可见，主要原因是为了让大众提高警惕，次要原因是为了大幅减少警方部门的工作量。进门后又发现一架直升机，虽然看上去个头挺大，但应该也是个模型。这是个蓝色的，我不知道它们具体叫什么，于是给它们命名为塔防炮。管径不大，也不知道是炮还是机枪。专业人士可以在评论区给大家介绍一下。路牌上写着金门厦门门对门，两岸本是一家人。往右边指向了小金门和金门大桥。虽然这里曾是两岸炮战的前沿阵地，但时过境迁，主旋律还是要强调两岸是血亲同胞，要追求和平统一。从这幅军事地图上可以看出，大嶝岛、小嶝岛和角屿是我方的前沿阵地，对面就是金门岛。园区里还修了一些军事训练的设施，我猜应该是用来进行单位和学校的军事拓展活动。现在许多企业单位的员工不太喜欢这些拓展活动，觉得是在强化服从性。我年轻时极其刚烈，曾经一次职场经历的结束，是因为全公司给每人发了一本鸡血书，名字叫做《没有任何理由》。收到书的第2天，我就辞职了。人到中年，回想起年轻时，还敢说自己是一个刚烈的汉子。去年被诊断为一个刚烈的汉子，每天坐在马桶上都如履薄冰。这里建了一个战地迷宫，墙上写着鲜红的标语，一定要解放台湾。往前再走几步，标语变成了打倒蒋介石。迷宫里面弯弯绕绕，上楼下坡，可以算是小孩子最理想的游戏场所。除了迷宫前面是金门风光展，里面有金门县的地图，还有大名鼎鼎的金门菜刀。说到金门菜刀，背后是一个真实而荒诞的故事。1958年到1979年之间的金门炮战，有超过100万枚炮弹落在金门。炮战之后，金门一家钢刀店的老板收购金门岛上的废弃弹头，用来锻造刀具。由于弹头的钢铁质量极佳，打着出来的菜刀也特别锋利耐用，使得金门菜刀在台湾岛内远近驰名。这位刀店老板为了防止假冒伪劣产品，还专门开放工厂，把炮弹都摆在地上，消费者可以上门指定用哪一颗炮弹来打成菜刀。从此，金门菜刀成了著名的当地特产，大陆游客回去时都会带上几把。当年手足相残的炮弹，如今变成两岸同胞购销的特产菜刀，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希望两岸能够化干戈为菜刀，永享和平。除了金门菜刀，著名的金门高粱酒也别出心裁地设计了炮弹外形的酒瓶。金门还有一种特产叫做一条根，
一条根实际上是一种豆科植物，药用部分是它的根部。据说可以治疗腰腿骨痛，对风湿症疗效特别好。这些小模型就有点凑合了，显得很不严肃。2个展示柜可能还是从商场里淘来的旧货。我建议用黑色胶布把手表的 logo 给贴住，这样会庄重很多。在这里也发现了1国2制统一中国的标语，标语面向的方向应该是金门岛，但是现在对面却已经被围蔽成了工地。其他的游客告诉我，这里正在填海修建厦门新机场。这门炮应该是个真家伙，游客可以进到里面，尝试着实际操作一下。这里是一个小喇叭，上面写着盼望统一，左右分别写着一衣带水，1国2制。进到屋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喇叭的全貌。这个大喇叭便是世界最大的军事广播喇叭，最大直径 2.86 米，长 4.74 米，重1588公斤，发音最大功率为2万声瓦，有效传送声音距离可达12公里。据说大喇叭广播时，人若靠近喇叭口，就会被强大的声波震坏耳膜。大嶝岛与金门的距离只有3000米，而大喇叭的有效传送距离可达12000米，所以当时这个喇叭一响，便能响彻金门岛。那么当时广播的内容是什么呢？现在这个大喇叭里装上了一个小喇叭，全天播放当年的广播录音。国民党军官兵弟兄们，金门同胞们，不要帮主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说，共产党绝不用国民党曾经用过的方法来回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客行为，永远不会再重复。在这里，我愿意告诉台湾当局，不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葺，而且奉化银幕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一处，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妥善安置。今年9月30號，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進一步顯明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大喇叭的旁边有一幅图文，展示着两岸老播音员相聚战地的温馨故事。原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女播音员陈菲菲和原金门马山广播站对大陆广播女播音员许冰莹两位老播音员在共同从事播音工作相隔35年后，首次在大陆战地广播站遗址上见面。这两位昔日双方针锋相对的对手，如今叙旧对话，一起合影、品茶、拉家常，真正的应了那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接下来我又参观了当年炮仗留下来的弹坑，把这么坚硬的石头都炸出这么大的圆坑。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无法真正理解战争的残酷和毁灭力。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金门炮战。金门炮战又称炮击金门，台湾称为823炮战，是指1958年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据守福建省金门岛的国民党军进行的惩罚性的大规模炮击封锁行动。当时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大小金门岛的国民党军队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8月23日，解放军前线部队奉命向占据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和运输舰船进行警告性炮击。当时击毙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3名中将副司令，击伤运输舰1艘。此后，这种警告性炮击打打停停，持续到1978年12月31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时，
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从这天开始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至此，金门炮战才算正式结束。在景区的一个躺椅上休息了一会儿，旁边有一匹小马，本职工作应该是提供骑行服务，现在没接到活，处于带薪休息状态。旁边的笼子里还装着一批兔子，不知道他们是负责什么业务，反正大家都在摸鱼。旁边还有一只羊驼，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草泥马。羊驼哥顶着一撮黄毛，嚼着口香糖，眼神茫然。或许他也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理想，但生活就像脖子上那根军绿色的带子，把他困在了这低矮的牢笼之中，恋爱更是成为了奢望。我不由得感慨，这草泥马的生活又灰败又悲催，还无法摆脱。离开景区时，要经过一个特产购物商场，通道曲曲折折，确保能经过每一个摊位，现在已经是景区的基本标配，就是为了实现最后一波变现。最尴尬之处在于，整个购物商场除了我，剩下的就是7到8个售货员，而这些售货员又非常敬业，每经过一个摊位都会无比热情地向你推销和介绍。商品主要以台湾金门的特产为主，一面墙上挂满了菜刀。像我这种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特别是在旅游这种场景里，几乎可以说做到了一毛不拔。我向他们一一回报以微笑之意，但我的钱包已经像我饱经试炼的心一样硬，很难再轻易敞开。我估计他们的顾客主要以团队游客为主。其实这个园区景点也应该是以团队游客为主，靠散客应该很难生存。走出景区，突然来了一阵大风，卷起机场工地上的沙粒，坠入我的秀发，灌入我的衣领，也侵袭了我的鼻黏膜。我不由得喷嚏大作，鼻涕眼泪横流。算算过敏性鼻炎，也快有14个年头了。人的年纪越大，学得最成熟的技能就是妥协和忍受。天色渐暗，此地非常偏僻，没有出租车，网约车也没人接单，我只能选择坐公交车去地铁站。公交车只有2趟，等待需要耐心和运气，但全程1元的收费又会让人短暂的心旷神怡。窗外经过了一个个村镇，甚至还跨过了大海。1块钱的车费，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我知道我的旅途不管是去往哪个方向，不管它有多么遥远，最后终会从起点回到起点。岁月迷离，遇上一朵喝醉的云，它路过叫你的咖啡厅，有过清澈的谜底。季节啊，坠落山顶，回忆啊，留在呼吸。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绚丽，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